Hello，大家早上好。早晨的太阳。今天是11月30号，我们库尔勒市的气温是零下5度到1度。看一下房间里是20度。我们今天有好吃的。今天的早饭非常的厉害啊，看一下，这几种面包可不是一般的面包啊。这3个面包呢，是我一个同事从新疆的塔城给我带回来的啊，坐飞机带过来的，人肉背回来的啊。他家是塔城的，然后他在库尔勒这边工作，正好这次回家探亲，然后我就让他帮我带了这些面包。我们新疆的这些面包或者甜品吧，也非常有特点。我之前给大家拍了一个西域甜品之维吾尔族蛋糕，当时这个视频出了之后呢，反响也特别大啊，评论也很多。就是我们维吾尔族做的蛋糕呢，也不是都是蛋糕吧，就是一些甜品、甜点面包之类的东西，跟我们平常大家在面包店见到的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具有我们西域风情的一种面包甜品吧。那今天我们要吃的这3种面包呢，是我们塔城的面包。那塔城的面包有什么特点呢？大家知道我们新疆的塔城地区呢，是靠近哈萨克斯坦的边境的，是一座边境口岸城市啊。当地有非常浓厚的哈萨克斯坦的气息，也有很多哈萨克族。之前呢，我也是听说啊，塔城的面包特别好吃，特别出名，而且我之前有幸吃过一次。当时也是一个朋友带过来，然后给大家分着吃，我也就尝了一小块啊，当时真的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这次我同事要回塔城探亲，我就抓住了这次机会啊，让他帮我带了这3种不同种类的面包吧。那先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啊，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面包，没什么特别之处。我去拿一个餐具，开始试吃。既然吃早饭嘛，那我们就调个喝的吧。最近特别流行吃这种方便食品，里面就是这样的，就跟这个燕麦啊，对，就是燕麦片，泡牛奶就行了。里面还有一些干果、坚果。OK， 不错，方便又好吃。我们先来看这第一种面包啊，我上一次吃的那块塔城带回来的面包呢，是在我记忆里啊，就是外面裹了一层白白的奶油，然后里面还有核桃什么的。但是这次我让我同事帮我买呢，我就让他随便买了，可能买的跟上次的不太一样吧，有一些区别。我们看一下这块面包。感觉这块面包就是一块普通的面包，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切开看看里面有没有夹心，里面也并没有什么夹心，就是它的表面撒了一些这种香料。这块我们装回去，我们就吃这一小块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每一种要尝一下嘛，不然就吃饱了。这块就是一个普通的面包，我感觉没什么区别。好，接下来我们来一个有特点的俄罗斯列巴。因为我们新疆跟俄罗斯有接壤啊，我们这边也有很多俄罗斯族人，而且哈萨克斯坦以前也属于苏联，所以说哈萨克斯坦那边的人特别喜欢吃这个列巴。撕开就闻到一股浓浓的香味儿。看一下啊，这块列巴，我之前在家里呢也自己做过俄罗斯列巴啊。俄罗斯列巴有很多种做法，我自己做俄罗斯列巴的时候呢也拍了一期视频啊，大家如果想学怎么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我们现在就尝一尝这个塔城的列巴跟我自己做的列巴有什么区别呢？
切开了，里面也是核桃、葡萄干和红豆，然后这个面是加了黄油的。奶香味十足。我们今天早饭就吃这3片吧，我们先放一边，装回去。它这个列巴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放了红豆。好，我们再来开最后一个，这个圆形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啊。我感觉我对这块面包寄予了非常大的期望，因为这个面包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就这种形态，它是圆的，而且我感觉它的奶油会非常的多。而且我感觉这块应该是今天的重头戏啊！看看细节啊，看这个面包，这个面包我感觉它应该会很酥，因为我拿起来的时候，我感觉它没有特别的软，我觉得它应该是比较酥的那种。闻起来就有一股桃酥的味道。来，我们切上一块。哇塞，果然不出我所料。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今天最好吃的一块面包了。我们看一下，哦，不能用手，这个奶油好黏。看这里面一层一层的，这边。我们今天早上就吃这一小块行了，这个放起来，留给他们吃。OK， 好，我的早餐，今天的早餐够丰富吧？这个坚果燕麦配3种面包啊，我们走起。其实，在咱们新疆啊，也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地区。一提到云南啊，大家可能觉得啊，云南的少数民族多啊。其实我们新疆的少数民族也很多，我觉得仅次于云南吧。你像我们新疆主要是维吾尔族，然后蒙古族、哈萨克斯坦、塔吉克、俄罗斯等等等等吧，我不知道还有很多种。我们新疆这边民族一多呢，那美食自然就多哦。还有回族，前2天才吃的羊杂汤啊。就是生活在新疆，你可以感受到很多种民族的文化。我们来尝一下这个，我期望最高的这块。不行，再来一口，这个太好吃了。这个好，你说它酥吧，它也不是特别酥，还有点软，就是酥中带软，软中带酥，然后里面还有层层的奶油呢，这个真的是绝了，好吃好吃。这个奶油呢，吃起来有一种沙沙的感觉，然后特别甜，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你也不能说它是一种粗糙的那种感觉，不像是汉族蛋糕店里的那种奶油丝般的顺滑，它是一种比较沙的口感，比较粗糙吧，可以说，但是并不会让你感觉到不好吃，特别甜，特别好吃，甜度超高。尝了这种面包之后，这2种不想吃了。跟我之前吃的那个维吾尔族的蛋糕味道挺像的，挺接近的。这个吃了绝对长肉啊！所以说啊，大家来新疆旅游的话，不要光去逮着那个羊肉串呀、烤羊肉吃，也可以尝一下我们新疆的甜点，西域甜点，别有一番滋味啊。我们新疆有很多小吃也非常不错，比方说我前2天去拍的那个羊杂汤。盐焗的凉皮子，还有新疆炒米粉。对，新疆炒米粉，大家来的时候一定要吃一下。下次我给大家拍新疆炒米粉的视频，给大家讲一讲新疆炒米粉的发展史。这种牛奶泡燕麦片，老外特别喜欢这样吃，简单方便。新疆炒米粉特别出名吧？其实我小的时候，新疆炒米粉还不叫新疆炒米粉，我们这边炒米粉的店还叫云南炒米粉、云贵炒米粉、四川炒米粉这样子。直到这些年，慢慢，新疆这边的文化呀发展起来了，然后这边的炒米粉店才慢慢的比较自信的称自己为新疆炒米粉啊，已经发展成一个
太细了。我小的时候，学校旁边的那些炒米粉店都叫云南炒米粉、四川炒米粉，真的。而且那会儿炒米粉的市场只有去做一些学校生意，因为它便宜嘛。那直到我去年出去自驾游的时候，走到三亚，然后跟那个客栈的老板聊天，他问我你从哪来，我说我从新疆来。他说隔壁那条街上开了一家你们的新疆炒米粉，味道非常棒。他说他经常去吃。从那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们新疆的这个炒米粉是走出去了，被大家所认知了。而且我自驾游也去了云南、四川那片嘛，云贵那一片嘛，我在那边也吃了那边的当地美食，我发现那边没有新疆炒米粉这样的做法，都是带汤的，汤米粉、汤米线这样的。咱们新疆炒米粉是酱炒嘛，用酱来炒。我猜测我们新疆炒米粉的发展史应该是早些年从云南、四川那边的人过来做生意，然后把那边的米粉带过来了，然后最后加以改良改进，然后最后发展成我们新疆现在的这种炒米粉的这种方式。我老婆就特别喜欢吃炒米粉，而且要吃那个爆辣。下次给大家拍一个炒米粉的视频，别忘了关注哦。早餐结束。其实我朋友不光给我带了塔城的面包回来啊，还带了塔城的马肠和马肉。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拜拜。